很多朋友看到家里收到快递留下的那些白色泡沫箱子，第一反应就是占地方，恨不得马上拿去回收，或者直接丢给垃圾车。甚至还有不少老一辈的朋友会跟你说，千万别用这个种菜，这东西有毒，种出来的菜吃了会致癌。听到这种说法，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打鼓。本来想废物利用一下，结果被这么一下，赶紧把箱子全扔了。今天要非常认真的告诉大家，这种说法其实是个大误区。如果您把这些泡沫箱都扔了，那真的是扔掉了冬天里最好的种菜神器。特别是在天气变冷的时候，泡沫箱可是那些昂贵的陶瓷盆、塑料盆都比不上的保温宝贝。只要您搞清楚其中一个关键点，避开真正的风险，这些箱子不仅安全无毒，还能让您的菜在寒流里照样长得绿油油。咱们在阳台或者顶楼种菜，就算夏天的太阳再毒辣，地表温度顶多也就50-60度，根本达不到让保丽龙分解的温度。科学家做过很多实验，发现这种材料在自然环境下降解的速度极慢，慢到需要几百年。这虽然对环保来说是个头疼的问题，但反过来说，对于拿来做花盆种菜，这反而成了它的优点，说明它非常稳定，不会随随便便就释放出什么东西到土里去。而且大家仔细想想，我们平时去菜市场买菜，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甚至是需要保鲜的海鲜、鱼类，不都是用这种保丽龙箱装着运过来的吗？如果这东西真的一碰到食物就有毒，那食品安全法规早就禁止使用了，哪里还能让它满大街跑？所以说，单纯担心泡沫箱材料本身有毒，这是完全没必要的，大家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很多种菜的新手朋友不太懂根系环境的重要性，大家往往只关注叶子长得好不好，却忽略了根在土里的感受。植物的根系其实很娇气，既怕热也怕冷，尤其是到了冬天，气温骤降，如果您用的是普通的塑料盆或者瓦盆，这些材质的导热性比较快，外面的冷空气一吹，盆里的土温很快就跟着降下来了。土温一低，植物的根系就会停止活动，甚至会被冻伤，根系一旦罢工，上面的叶子自然就发黄、枯萎，怎么浇水施肥都没用。但是保丽龙箱子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保丽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就是它里面充满了空气，98%都是空气，只有20%塑料，这种结构让它具有了极好的隔热保温性能。这就好比我们冬天穿羽绒服，羽绒服之所以暖和，不是因为羽毛发热，而是因为羽毛之间锁住了大量的空气，阻隔了身体热量的散失。保丽龙箱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就像给您的蔬菜穿了一件厚厚的羽绒服，在寒冷的冬天，它可以把土壤内部的热量锁住，阻挡外面冷空气的侵袭，保持盆土温度的相对稳定。有经验的老农都知道，土温只要比气温高那么2-3度，对植物来说就是生与死的区别。在同样的低温天气下，种在保丽龙箱里的蔬菜，根系依然可以缓慢生长，吸收养分，而种在普通盆里的可能早就冻僵了。所以你会发现，用泡沫箱种出来的菜，在冬天往往长得更快、更水灵，这就是物理保温的功劳。除了保温，保丽龙箱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它的保水性。很多住在楼房的朋友，阳台风大，空气干燥，用泥瓦盆种菜，早上浇的水不到下午就干透了。尤其是有些蔬菜，比如空心菜、生菜，是比较吸水的，缺水稍微一久，叶子就蔫了。保丽龙箱因为材质致密，水分散失的非常慢，这就大大减少了浇水的频率，对于那些平时工作忙，或者经常忘记浇水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懒人福音。当然，保水性太好也是把双刃剑，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讲改造的时候会专门提到。如果不做好排水，也容易把菜根泡烂，但只要掌握了技巧，这就完全是优点。再来就是它的重量，这对于在阳台或者楼顶种菜的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过搬花盆搬到腰酸背痛的经历，特别是那种大的陶瓷缸装上土之后，死沉的，想挪个位置晒晒太阳都费劲，而且楼房的阳台都是有承重限制的，如果您摆满了沉重的陶盆和泥土，对建筑结构也是一种负担。保丽龙箱本身轻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重量全在土上，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灵活度，您可以随意搬动它们，追着太阳跑，
今天这边阳光好就搬这边，明天那边好就搬那边。这种灵活性是其他材质的花盆完全没法比的。很多朋友为了图省事，直接拿把剪刀或者筷子在箱子底部用力戳，结果往往是箱子底被戳裂了，或者洞口很不规则，土一压实，洞口就被堵住了，水照样排不出去。这里教大家一个老园丁常用的撇步，非常好用。您可以找一根废旧的粗铁丝，或者那种旧螺丝刀，在火上烧热，不用烧得通红，只要足够热就行。然后用这个热铁丝去烫泡沫箱的底部，一定要在通风的地方做，因为烫的时候会有烟，味道不太好闻。烫洞的时候，不要只在正中间烫一个，要在底部均匀的烫出2排或者3排孔，孔的直径大概跟手指头那么粗最合适，太小了容易堵，太大了土容易漏。除了底部的孔，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小技巧，就是在箱子的侧面，距离底部大概2-3公分的地方，也烫一排小孔，这叫侧排水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有时候箱子底贴着地面或者托盘，底部的孔可能会被堵住，导致排水不畅，侧面的孔就成了救命稻草，能保证积水及时排出，而且侧面的孔还能增加土壤内部的空气流通，让根系能呼吸得更顺畅。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几个侧孔，很多时候菜长得好不好，差别就在这细节上。孔打好了，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装土了呢？千万别急，这里还有一个防止漏土和堵孔的操作。虽然我们开了孔，但如果直接倒土进去，细土还是会随着水流失，弄得阳台一地泥水，而且泥土会很快把孔堵死。所以我们要在箱子底部铺一层滤水层。您可以用家里装修剩下的纱窗网剪成小块垫在孔上，或者用那种装洋葱、大蒜的网兜叠几层垫在底下，这样既能透水又能挡住土。如果您想效果更好一点，可以在网上面再铺一层陶粒，或者剪一些小狮子、碎瓦片铺在底下，大概铺个2-3厘米厚，这一层不仅能防止排水孔堵塞，还能在箱底形成一个透气层，对植物的根系生长非常有好处。处理好排水之后，我们还要考虑箱子的深度问题。不同种类的蔬菜对土层深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保利龙箱有深有浅，我们要根据想种的菜来选择合适的箱子，或者是对箱子进行裁切。比如您想种叶菜类，像小白菜、生菜、香菜这些，它们的根系比较浅，不需要太深的土。如果箱子太深，填土太厚，反而容易积水，而且浪费土。这时候您可以用美工刀把箱子的高度切掉一部分，保留大概15到20公分的高度就足够了。切下来的部分也别扔，可以垫在别的花盆底下做隔热层，或者掰碎了放在大盆底部做透气材料。但是如果您想种番茄、辣椒、茄子这种果菜类，或者是萝卜这种根茎类蔬菜，那就得用深一点的箱子，至少要有30公分以上的深度，因为这些作物的根系扎得很深，土层浅了，它们长不开，后期容易倒伏，而且营养也跟不上。对于特别深的箱子，比如那种装大件海鲜的高箱子，有时候甚至可以直接用来种小型的果树，比如金桔、柠檬，只要土配得好，完全没问题。所以收集箱子的时候，不妨各种尺寸的都留一些，深浅搭配，到时候想种什么都能找到合适的窝。我们在准备土壤的时候，对于泡沫箱种菜也有一些特殊的讲究，因为泡沫箱保水性强，透气性相对差一点，所以配土的时候一定要增加颗粒土的比例，不能光用那种又细又黏的田园土，您可以去挖一些腐叶土，混合一些珍珠岩、蛭石或者是煤渣，尽量让土壤疏松透气，大概的比例是泥土占60%，各种颗粒物和有机肥占40%，这样的土壤结构，配合泡沫箱的保温保湿特性，简直就是蔬菜生长的温床。特别是对于那些根系比较弱的蔬菜，松软的土壤能让它们毫不费力的扎根，根深了，叶自然就茂盛。既然大家都已经把箱子准备好了，土也配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让这个普通的保利龙箱变身成一个高科技的迷你温室。这可是冬天种菜能不能爆盆的终极秘密武器，特别是在那种偶尔会有寒流过境的日子里，这个小改造能救你那一箱子菜的命。很多朋友在冬天种菜最大的苦恼就是长得慢，甚至不长，
眼看着叶子发紫，那就是冻到了。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花钱去买什么昂贵的保温棚，您只需要利用家里剩下的几样废品，就能给泡沫箱加个盖子。大家家里应该都有那种干洗店送的透明塑胶袋，或者是平时买衣服包装用的那种大号透明袋，哪怕是厨房里的保鲜膜也行，只要是透明的能挡风的都可以。然后您再找几个废旧的铁丝衣架，把它们拆开，或者是去五金店买几根细竹条，把这些铁丝或者竹条弯成一个拱形，插在泡沫箱的4个角上，这就搭成了一个小拱门的骨架。接着把透明塑料膜往上一盖，四周用夹子或者是用土稍微压一下，一个标准的迷你温室就诞生了。这个原理和那种农业大棚是一模一样的，白天太阳光透过塑料膜照进去，热量被锁在里面出不来。保利龙箱本身又极其保温，这一下子就能把箱子里的小环境温度提高好几度，甚至是10来度。在这个封闭的小空间里，湿气也散发不出去，形成了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这对于很多绿叶蔬菜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你会发现用了这个小拱棚，原本半个月都不长一片叶子的青菜，可能3、5天就蹭蹭往上冒新叶，而且长出来的叶片特别嫩，口感特别好。不过这里要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关于通风。因为泡沫箱加塑料膜的保温效果太好了，如果是在大晴天的中午，太阳直射下，里面的温度可能会升得非常高，甚至能达到40、50度。如果不通风，很容易把菜给闷熟了。所以每天中午出太阳的时候，您得记得去把塑料膜掀开一个小角，让里面的热气透一透，顺便换换新鲜空气。等到下午太阳快落山了，再把它盖严实，这样一开一合，模拟了自然界的呼吸，菜才能长得壮实。搞定了保温，我们再来聊聊在这个特殊的容器里该怎么给肥。这一点非常关键，也是很多新手容易翻车的地方。泡沫箱种菜和地里种菜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封闭性。地里的土是活的，水肥多了可以向四周渗透，但泡沫箱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虽然我们打孔了，但它的侧面是不透气的。如果您像在地里那样大把地撒化肥，或者是倒那种没发酵好的生肥，肥料在箱子里堆积，浓度过高，热量散不出去，分分钟就会烧根。植物的根系一旦烧坏了，那就是神仙难救。所以在泡沫箱里施肥必须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薄肥勤施，宁可少给，绝不多给。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尽量使用液体有机肥，少用颗粒化肥，液体肥更容易被土壤吸收，也不会造成局部浓度过高。这个液体有机肥哪里来呢？根本不用买，您的厨房里到处都是。比如说大家每天洗米剩下的水，也就是淘米水，这就是最好的营养液。但千万记住，淘米水不能直接浇，直接浇会在土里发酵生热，还会招小黑飞。你得把它装在塑料瓶里，盖子别拧太紧，放在太阳底下晒个2个星期，等它发酵变酸了，再兑上10倍或者20倍的清水，那就是上好的氮肥，浇在青菜上，叶子绿得发亮。还有吃剩下的橘子皮、柚子皮、香蕉皮，这些果皮切碎了塞进瓶子里，加点红糖，加点水，发酵个2、3个月，就是非常好闻的酵素水。这种酵素水不仅能提供养分，还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因为我们的自来水通常偏碱性，浇久了土容易板结，这种酸性的酵素水正好能中和一下，让土壤保持疏松。特别是像蓝莓、草莓这些喜酸的植物，喝了这个水简直就像喝了补药一样，每次浇水的时候滴上几滴，比买什么营养液都管用。而且因为是果皮做的，浇完之后阳台上还会有一股淡淡的水果清香，完全没有那种传统农家肥的臭味，特别适合在楼房阳台使用。接下来说说浇水，这在泡沫箱种植里也是门学问。前面我们说了，泡沫箱保水性很好，这是优点，但也容易变成缺点。很多朋友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每天必须给花浇水，看着土表面干了就忍不住要去浇。在泡沫箱里这样操作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箱子深处的土可能还是很湿的，您表面看着干了，其实下面还是泥塘，再浇水根系就要窒息了。
所以判断泡沫箱该不该浇水，不能光看表面，您得练就一根金手指，把手指头插进土里2-3公分深，如果感觉里面是干的，那才可以浇水。如果里面还是一团泥，稍微有点潮气，那就千万别浇。对于那种特别深的箱子，您甚至可以插一根一次性的筷子在边角上，想浇水的时候拔出来看看，筷子头如果是湿的，就说明底下水分充足。而且冬天浇水还有一个讲究，就是水温，千万别大清早或者大晚上直接接自来水浇，那时候水温太低，冰冷的水一浇到温热的根系上，植物会受惊，根系会收缩受损。最好的办法是把水接出来，放在阳台上晒个1-2天，等水温和室温差不多了，最好是在中午比较暖和的时候浇，这样对植物的刺激最小。这些看似婆婆妈妈的细节，其实就是老农和新手的区别。把这些细节做好了，植物自然会回报您最丰硕的果实。说了这么多技术，那到底哪些菜最适合在泡沫箱里种呢？对于新手朋友，我推荐几种绝对不会失败的懒人菜。第1名绝对是蒜苗，您去菜市场买那种发了芽的大蒜，或者那种独头蒜，直接掰成瓣，不用剥皮，尖头朝上，整整齐齐的插在泡沫箱的土里，浇透水，过个3-5天就能冒出嫩绿的芽。蒜苗这东西极其实用，炒菜煮面切一点，那香味绝了，而且它不怕冷，也不怎么招虫子，割了一茬还能长一茬，种一箱子够一家人吃一整个冬天。第2名是小香葱，也是居家必备的佐料。种香葱有个偷懒的办法，不用买种子，您去超市买一把带根的葱，把上面的葱叶切下来吃掉，留下根部大概5-6公分那一节，直接埋进泡沫箱里，露出一点点头，很快它就会重新发芽，长出新的葱叶。这种方法种出来的葱长势特别快，而且源源不断，随吃随捡，特别有成就感。泡沫箱的深度对葱来说刚刚好，保水性也能保证葱白长得嫩。第3名是生菜，生菜是出了名的长得快，而且颜值高，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就心情好。生菜根系浅，不需要很深的土，普通的浅口保利龙箱就能种，撒上种子，覆一层薄土，保持湿润，出苗率极高。生菜不管是做沙拉还是涮火锅，现摘现吃的那种脆甜，是菜市场买的那些放了好几天的货色没法比的。关键是生菜基本不怎么生虫，对于不想打药的朋友来说是最放心的选择。另外，如果你有一些比较深的泡沫箱，强烈推荐种2颗辣椒或者小番茄，虽然冬天不是它们的盛果期，但如果您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搭个小拱棚，把温度保住，在台湾的冬天它们照样能开花结果。特别是那种朝天椒，种在白色的泡沫箱里，红绿相间，非常喜庆，既能当盆栽看，又能摘下来做调料，一举两得。最后还要跟大家聊聊一种心态，其实用泡沫箱种菜，种的不仅仅是菜，更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和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要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太难了，这些被人嫌弃的泡沫箱，就是我们连接大自然的最小单元。当我们把废弃的箱子洗干净，填上土，播下希望的种子，看着它们破土而出，每一天都在变化，那种喜悦是治愈一切焦虑的良药。很多人担心泡沫箱有毒，其实真正的毒，往往不是来自这些物理材料，而是来自于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和盲从。只要我们讲科学，懂原理，避开那些真正有害的化学残留，利用好材料本身的特性，变废为宝，这就是最高的智慧。你想啊，这些箱子如果不被我们利用，它们的命运就是被填埋，几百年都降解不了，变成地球的负担。现在我们在里面种上了绿色的植物，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小的环保行动。